又见面了！正在看这部视频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Ryan。最近有人问我，好像很久没有看到你分享你的86了哈，是不是因为那个 Rider ATH 把它的 BRZ 卖掉过后你没有朋友陪你玩，所以你也把你的86卖掉了嘞？在这边可以回答你们，没有这回事。虽然讲那个 Rider ATH 阿豪把他的 BRZ 卖掉过后跑去玩 FN2R， 可是呢，我还是依然玩着我的86的，而且我的86还做了一个升级。到底我的86升级了什么东西？接下来就会分享让你知道。在影片开始之前希望还没订阅我频道的观众朋友，又或者是呢第一次来我频道的观众朋友，可以支持我一下，订阅我的频道，还有开启小铃铛。在这边也非常谢谢你们支持。OK 啦，这样的话呢，就让我们开始今天的视频内容吧。Let's go。一路以来有 follow 我86 content 的朋友都知道我的86是蓝色的嘛，现在呢它已经变成了红色的86，没错。我把它的全身的颜色换成了红色，而且这个是喷不是 wrapping 为什么我会换成这个红色？这一点就得追溯到那个 bumper 我的86的 bumper 呢，它前面已经是脱 lagger 了的。为什么会脱 lagger？ 据我的工人说，因为那个 bumper 的那个 rubber 不够密，所以那个热气一直跑出来，导致那个热气弄到那个 lagger， 不好啦。因此我的 bumper 呢就有脱 lagger 的问题。So我一气之下，我就把我的车身色从蓝色变成了红色。换了红色过后，我的86看起来真的是比较好看了比较有那种 sport car 的感觉。除了我这个换上红色之外我的车顶也喷上了黑色的漆。整体来讲的话呢，我觉得这一个红色搭配这个黑色的车顶，真的确实好看了很多。当然，除了这个车身的颜色换掉之外，我还在这个车灯呢也做了一些小小的修复。之前我的车灯这个灯壳已经发黄了嘛，so我就做了一个比较性价比的决定，那就是换车灯壳。虽然讲这个车灯壳呢，它不是什么原厂的车灯壳啦，是 Made in China 的车灯壳，但是换到来其实那个价钱还算是蛮有性价比的，大概一对灯包买工钱是850块钱这样子啦。而且warranty你3个月，如果有进水的话，拿回去它会跟你修复这一点来讲是我找到最有性价比的解决方法。这个车灯壳我觉得算是蛮不错一下啦，如果黄了不用担心，再继续换，因为继续它里面的那个水银珠都是原厂的，只是这个车灯壳是副厂的。这一点来讲，我觉得还算是可以接受啦。要不然你买一对新的原装灯一粒2000块，你慢慢买咯，我买不下手。OK， 除了这个外观有升级之外，这辆车的动力也是有做了一些小小的升级。升级什么东西呢？就是我的 exhaust 啦，我把我的原厂的 exhaust 给换掉了。把这个后段跟中尾段通通都换掉了。当时这个后尾的 exhaust 拆下来的时候，一看，哇，真的是很大力一下嘞，怪不得这辆车的屁股这么重换了过后那确实这个车尾变轻了。然后这个 exhaust 呢，我选择的不是换一些什么大品牌的 exhaust 都是 custom made 的。为什么不选择那些有 branding 的 exhaust 呢？这一点就跟我的钱包很有直接的关系，因为没钱。除了这个外观跟这个动力有所提升之外其实我的 interior 也是做了一些小小的提升。来，现在带你们看一下。OK， 可以看到我的 dashboard 呢，跟我的椅子还是干干净净的啦，没有装太多东西，就是一个电话支架。但是可以看到我的排档杆已经换掉了，换成了 Tommy 的排档杆。这个排档杆的手感非常的好，它比原厂的排档杆轻了100克，只不过有一个缺点大概到4000转的时候会有一个共鸣声音，即使是原厂的也会有那个声音。我已经找了很多方法，都不懂怎么去解决那一个 jacking 的声音不知道观众朋友有没有人懂要如何去解决这东西你们也可以在下面留言分享让我知道。再来就是我的镜牙的弹簧呢，也换成了 Cusco 的弹簧。哇，现在的镜牙手感真的是非常的好，非常的有吸入感。看哇，是不是？那手感哇，一级棒我觉得喜欢手动挡的朋友一定会喜欢好，基本上就是这辆破丰田86在这一段时间以来做的一些小小提升虽然讲换上了这个红色过后这个外观确实变好看了，但是我觉得这个外观部分有一个东西跟这个红色有一点格格不入。那个东西是什么东西？那个东西就是这一个原厂的17寸的 rim 啦。之前车身是蓝色的时候搭配这个 rim 我觉得还好啦，毕竟那个车身看起来小两，搭配这个 rim 还算是 OK 的。但是换了这个红色过后搭配这个 rim 就有点看起来像是小孩子穿大人鞋子这样的感觉。这个 rim 不够大条，再加上呢它的颜色是银色，搭配这个红色不够层次感。
因此今天我就决定做一个升级，来换掉这个 rim 跟打压。到底会换什么 pattern 的 rim 跟什么牌子的打压？接下来就让我们去到打压店为观众朋友揭晓吧。Let's go！ 一瞬间我们来到了位于 Bukit Indah 的 JS Motorsport 这边来升级我的破丰田86的轮胎。可以看到这个 JS Motorsport 的招牌呢，他们是有画了这个 Continental 的 logo。没错啦，这一次我的86就是升级了这一个 Continental 的轮胎。好，观众朋友，现在你们眼前的就是我这一次我的破丰田86要升级的轮胎啦。这个呢就是来自 Continental 的 Sport Contact 7的轮胎。这个 Sport Contact 7的轮胎呢，也是他们轮胎系列里面最开 end 的轮胎。然后这个轮胎尺寸是235/40R18。没错，这一次升级呢，我也把 rim 升级了，从17寸升级到18寸。为什么这一次升级我会选择这个来自 Continental 的 Sport Contact 7的轮胎？等下就让我分享给观众朋友知道。好，可以看到我的4条原本的打压跟 rim 呢已经卸下来了，都在这边。那个花纹已经都送了的。但是这4条轮胎呢，我不打算 trade in 进去啦，跟 rim 也不打算 trade in 进去啦，我会收着。到时候有机会我跟 T Racing 学那个漂移的时候这4条 rim 跟打压就派上用场了啦。So T Racing你其实要教我漂移我等着你这个打压跟 rim 已经 standby 在这边了OK， 可以看到现在我的打压跟 rim 呢已经进入做这个 balancing 的环节了啦。讲到这个 balancing有没有观众朋友很想知道为什么你们每次去打压店一定要做这个 balancing 跟 alignment？ 这个钱到底花在哪里了？有想知道的在下面留言栏打一个1。如果反应热烈的话，我们就来做一期关于这个 balancing 跟 alignment 的话题。好，可以看到现在他们在为这个绑打压做最后的工作啦，就是检查这个轮胎绑的磅数是不是符合它的那个数值，会不会太紧还是太松。刚刚好的话，那个 special tools它就发出一个当当的声音，提醒这个绑的人，你这个打压已经绑到这个指定的磅数了啦。1 hour later。好，因为刚刚这个打压店太吵的关系很难拍摄所以换了这个 Sport Contact 7过后，我找到一个比较安静的地方，来告诉观众朋友为什么我会选择 Continental 的 Sport Contact 7。刚刚你们从画面可以看到其实我之前的轮胎它的花纹已经是所剩无几了的，所以我最近就有打算换轮胎啦。So 我的要求有2点，首先第一点呢就是这个抓地力的表现，因为有这辆车是一辆后驱车。后驱车它后轮的抓地力一定要够好，尤其是在湿地的时候，那个抓地力一定要非常的好，要不然很容易造成在雨天打滑的问题。更严重点的话呢，还会造成忘的问题，那个就更加的麻烦啦。所以我选择轮胎的第一点就是要抓地力够好。所以呢，我就去了一些打压 review 的网站去看一些轮胎的评论，就让我找到了这个来自 Continental 的 Sport Contact 7的轮胎啦。它整体的综合表现都是在前3名里面尤其是它在湿地的时候，它的抓地力跟 handling 还是同级打压里面的 No.1。这样子的话呢，就非常符合我第一点的要求啦。在 research 当中呢，我还发现到这个 Sport Contact 7它还加入了一个非常特别的化合物，叫做黑辣椒 （Black Chili）。现在制造轮胎也要用辣椒还是黑色的，意不意外？这个黑辣椒化合物呢，提升了这个 Sport Contact 7它的抓地力、轮胎的寿命，还有减少这个轮胎滚动时候产生的这个阻尼系数。哇，这样子来讲，加一个黑辣椒就提升这么多。这样以后做轮胎加一些什么紫辣椒、粉红辣椒、黄辣椒啦，这样那个轮胎不是更加厉害？不要瞎掰好吗？我讲到这个轮胎好像很厉害这样子湿地的抓地表现还 No.1这样子这个轮胎有些什么缺点吗？这个轮胎呢是有一个小小的缺点那就是它的胎噪表现是比它的同级对手表现差了一点点。但是这个胎噪的问题呢，不影响我的决定啦，因为我这辆86一堆的声音，风噪声引擎声exhaust 声都比这个胎噪声大。这个胎噪声不是我的考虑范围之内啦。再来还有一个因素是让我决定采用这个 Continental Sport Contact 7轮胎的一个其中重要的点这个点呢是什么？其实 YouTube 不是我的主业我还有其他的工作。然后我工作的 area 呢是在工业区所以我时常遇到的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就是轮胎时常插到顶，导致漏风。因此我之前17寸的那个打压上面已经是有很多补丁了的。正所谓缝缝补补又用3年所以上面已经是补到不成人样了啦。但是这个轮胎表面上面呢怎样插到洞都是可以补的，可是这个轮胎表面上面有一个地方它是补救不到的。这个轮胎上面补救不到的地方就是 sidewall， 也叫做轮胎壁。要知道我们轮胎的表面下面是有很多的钢丝，可是这个轮胎壁也就是 sidewall 的地方它是没有钢丝的，因此你上面插到什么钉
或者是有东西擦到破掉啊，都是可以补救的。可是擦到这边是没有办法补的，因为这边完完全全是没有钢丝。如果是说这个sidewall被铁钉插到的话，你就准备换一条新的轮胎了。所以这个 Continental 呢，它也有一个非常吸引我的 program， 就是它有这个12个月的保固啊。这个保固的名字叫做 TCP 啦。这个保固是怎样讲呢？只要你的轮胎啊在12个月里面花纹有剩60%的话，如果是说你的轮胎sidewall有被擦到，你就可以通过这个保固一换一条新的打压。当然它也是有一些 T&C 啦，不过它的 T&C 来讲的话，我觉得还算是可以接受范围之内的，不会太过严苛。所以有这个 TCP warranty， 哇，我觉得这个也是让我考虑入手这个 Continental Sport Contact 7的其中一个点呐。而且不只是这个 Sport Contact 7有这个 TCP warranty 啊，像是他们家的 Comfort Contact 啊、Ultra Contact 啊、Max Contact 的轮胎，甚至是 SUV 或者是 4x4 的轮胎，只要是14寸或者以上 Continental 品牌的轮胎，都可以享有这个 TCP 的 warranty 啦。所以这个 warranty 真是造福我们时常遇到这种轮胎被钉插到的问题的人呐。Nice。我们轮胎上面呢，其实有很多的资讯，很多的符号，但是有几个重点，只要你们知道就可以了。首先第一个点嘛，就是235、40、R18这几个数字呢，代表了这个轮胎的尺寸。235就是这一边的宽度，40就是这边的高度，然后18呢就是符合18寸铝圈装的轮胎。再来就是可以看到这边写着0824，这个就是这个轮胎的生产日期，不是24年8月哈，是24年第8个星期，也就是大概是2月份生产的轮胎。因为这个 Continental 的 Sport Contact 7是一个非常新出的轮胎，所以它的生产日期是非常靠前的。这个轮胎啊，也不是越新越好啦。这个轮胎它的稳定周期，从生产到稳定最少需要半年的时间啦。它不像我们买菜这样子啊，买肉这样子啊，越新鲜越好啊，它需要时间来稳定。除此之外，我们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个95Y 的符号，这个代表着什么东西呢？这个 Y 代表着这个轮胎可以行驶的最大时速。Y 的话呢，是可以走到300 km/h 的，它 Y 之上还是有的，就是挂弧 Y 的。但是我这个是 Y 啦，不是挂弧 Y。挂弧 Y 的话呢，是可以走到300时速以上的。再来就是这个95，就是这个轮胎的可承受重量。我也试过了，这个95的话呢，它的轮胎的可承受重量是690 kg。OK 啦，我们算700好不好？74就28，4条轮胎可以承受2.8吨的重量。所以如果是说你们今天升级你们轮胎的话，那个轮胎的可承受重量必须跟你们原本的轮胎相符合，或者是大过之前可承受重量，那个就是你们可以装的轮胎。再来，有些驾电车的朋友，家庭式电车的朋友，好像 Apple Tree 啊、海豚啊、Honda E5 啊，你们在升级这个轮胎的时候，你们只要你们的轮胎承受重量是跟你们之前的轮胎的承受重量一样就可以了。假设说现在你们轮胎装着可承受的重量是400 kg， 你们只要买回可承受重量400 kg 的轮胎，或者是大过于400 kg 的轮胎就可以了。再来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资讯，就是这个 trip weight 啦。这个 trip weight 呢，基本上啊，通常的数据是从200到500，最小的数据是200。200来讲的话呢，就是 for 一些 semi-slip 的轮胎来用的。然后中等来讲的话呢，可能去到街用胎300到500，算是属于街用胎啦。至于到了500以上的话，500以上的话，那个轮胎的抓地力就没有这么好了，但是它的轮胎耐用度呢是非常高的啦。所以普通我们街用，你只要买到差不多是300的 trip weight 就已经是很不错的。所以以上这些数据就是你在换轮胎的时候要注意到的啦。除了升级这个18寸的大压之外啊，可以看到我的铝圈是不是很手眼呢？这个铝圈呢就是 GR86 的铝圈，不讲不知道嘞，是不是看到好像不懂什么大品牌的铝圈，是不是？啊，这个铝圈是有由来的，是怎样来的？因为之前啊，我有去阿豪的频道去 cross 过一集嘛，因为那天我们是去86的 event， 所以我就介绍了这个 GR86 啦，在他的影片当中，然后我就讲了一句，这个铝圈如果要卖的话，可以 PM 我一下啦哈，我要把我的那个17寸换成这个18寸。结果口嗨啦，这影片出了第3天，就有人 contact 阿豪，然后阿豪把他的 contact 转给我，所以自己造的口业，自己要结果。所以最后的结果就是我花了800块钱买了原厂 GR86 18寸的铝圈，800块钱买18寸的铝圈，听都没听过嘞。我周围的朋友都跟我讲，哇，非常的值得嘞。而至于为什么我会选择这个 GR86 的铝圈，还有一个点就是
我们马来西亚的路啊，真的是太烂了，时常有很多洞啊，所以这个原厂的铝圈真的是非常耐炖啊，怎样炖都不会歪啊。之前啊，我有朋友哦，他们换了18寸的铝圈，是那种轻量化 Japan 的铝圈，哇，结果去到 EDL 啊，一过一个洞，嘣，那个铝圈歪掉了，完全不可以修复，5、6千块就 say goodbye 了。所以像我们这种时常平常街用啊，来回上下班10多公里、20公里的啊，这种原厂的铝圈非常够用了。所以为什么会选择这个 GR86 铝圈，就是这样的原因啦。重点还是没钱呐。好，观众朋友，自从我装了这个 Sport Contact 7，到了今天已经是过了2、3天的时间啦。而且现在我人是位于吉隆坡这边。来，现在我来分享一下这2、3天以来这个 Continental 的 Sport Contact 7带给我的感受如何。这个 Sport Contact 7哦，我一装上去的时候，一驾这辆车，哇，我就可以很明显的 feel 到那个打压的 rubber 非常的有弹性。当你在遇到一些路面不平的时候啊，好像黄线啊，或者是有石头碾过的时候，它这个 rubber 哦是会很好的把这种震动感吸掉的。这个感觉哦，就让我想起我以前小时候用的一款脚踏，就是 Pentel 的脚踏。那个 Pentel 脚踏你一压下去的时候哦，会很软的，它的 rubber 啊就跟其他普通的脚踏不一样的。所以这个 Continental Sport Contact 7它带给我的感觉啊，就有点类似这样子的感觉。再来就是这个 Sport Contact 7哦，它在驾驶的时候 corner 的时候，给到我的 confidence 真的非常足够。我可以感觉到哦，这个打压真的是牢牢的贴在地面，这样子行驶过去的。哇，那个感觉真的是比起我之前那个17寸的打压好太多了。当然啦，我那个17寸打压只是一个入门的街台啊，这个是一个 performance 的轮胎。所以这个是不可以比较的。可是体验过这个 performance 轮胎过后啊，那种感觉啊，哇，真的太棒了。再来是这个 Sport Contact 7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啊，它的路感非常的清晰，那种感觉就好像啊，你光着脚在马路上走路这样子，地面回馈给你的感觉哦，真的是非常的明显。于是啊，像我们这种很贴地的车啊，那个回馈感真的是非常的明显，我非常喜欢这种感觉。这个打压我换了过后，有一点非常担心的就是啊，用了这个打压过后哦，再也回不去了。这种感觉就好像啊，你平时吃一些比较廉价的寿司啊，那种2块9的寿司啊，突然有一天你品尝到那种非常高级的寿司，那种10几块钱一碟的寿司的时候，你再也吃不下去那种2块9的寿司啊。所以我真的非常担心，我接下来可能过了几年要换轮胎的时候，我很难去接受那种入门级别的轮胎。讲真的，这个 Continental 啊，真的是一个大坏蛋啊！出了这么好的轮胎，结果让我用了回不去。好，以上啊就是我这辆 GT86 这一段时间以来的升级啦。讲真的，我非常推荐驾 GT86 的朋友，你们一定要尝试一下这个 Sport Contact 7啦。除此之外啊，住在这个 Bukit 的朋友，最近你们有打算要换打压的话，不妨可以去这个 JS Motorsport 那边去询问看一下哦。我为什么会推荐他们？是因为我看到他们的工作流程非常的 professional， 非常的有效率，也非常的好，我非常满意他们的工作方式，所以我才会推荐他们。这一集影片是没有任何的业配的哈，都是我自己个人自掏腰包的哈，所以不要讲有人塞钱给我了哈，不是这样好每天有人塞钱的啦哈。好，接下来呢，我这辆 GT86 还会有做些什么升级啊？记得一定要关注我的频道，这样子的话呢，你们才可以一起跟我走过我这辆 GT86 破丰田的进化。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啦，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啦，拜拜。